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央视利剑造成者，赵丽颖、黄晓明泥里打滚，这部剧让全网泪崩。姐妹们，今年最值得蹲守的年代剧来了。央视爸爸亲自盖章推荐的《造成者》，赵丽颖和黄晓明这次彻底疯了，剪短发、晒黑皮，在泥坑里摸爬滚打，愣是把一部主旋律拍出了热血爽剧的节奏。这部剧有多牛？它改编自温州龙岗农民白手起家建成的真实历史，连央视新闻都盖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活教材。80年代的浙江滩涂，一群裤腿沾泥的农民，用竹筐挑土，肩扛石料，在没有国家1分钱的情况下，生生造出一座现代化城市。这剧情简直比《山海情》还燃10倍。赵丽颖这次彻底去偶像化了。路透照里，她剪着齐耳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裤腿挽得一边高一边低，活脱脱就是80年代女干部的复刻版。为了演好基层干部李秋平，她提前3个月去工地搬砖，手上磨出的血泡都被保留下来当拍摄素材。最绝的是一场暴雨戏，她在泥坑里摔了17次，最后整个人陷在泥里，嘴里还嘟囔着秋平的命咋这么苦啊，直接把导演看哭了。杀青时，她抱着写着粤海因你而闪耀的蛋糕，泪水砸进奶油的瞬间，全网突然安静了，这才是演员该有的敬畏心啊！黄晓明这次彻底撕掉霸总标签，他饰演的镇委书记陈德成，指甲缝里卡着黑泥，3天啃冷馒头，台风天光脚护杖等跑出2里的。剧组花絮里，他穿着破洞汗衫蹲在工地啃馒头，连路过的村民都以为是真农民工。更绝的是，他为了演好饿急眼的干部，真饿着肚子拍了3天戏，拍完直接低血糖晕倒。有网友翻出他和赵丽颖在泥地里滚作一团的画面，笑称这哪是拍戏，分明是在拍《荒野求生》。全员演技太神仙打架。陈明昊饰演的会计原型，用算盘核对37万笔账目，连导演都惊呼比计算机还准。朱媛媛饰演的妇联主任，带着绣娘扮场，一句温州方言“我们女人的手不是只能绣花”直接冲上热搜。更绝的是特邀主演耿乐，他饰演的建筑队长，连砌砖的手势都被老匠人夸比专业瓦工还地道。最让人破防的是群演里藏着12个当年真在龙岗抡过铁锹的老头，78岁的陈大爷挥锹那一下，导演直接喊卡改剧本，说这颤抖的手比影帝教科书还牛掰。幕后团队更是王炸组合，导演孙浩庆余年把主旋律拍出了电影质感，用动态水墨特效还原滩涂造成，施工机械的轨迹都化作工笔画，网友直呼每一帧都是壁纸。编剧袁克平大江大河更是细节狂魔，连电线杆上的办证小广告都是手写的。剧组为了还原90年代城中村，直接在横店荒地上搭了半条贫民窟。最绝的是，他们还请来了当年龙岗建设的亲历者当顾问，连剧中集资合作社的分红方案都是按真实历史复刻的。这部剧到底有多真实？剧中用算盘珠子拨出城市蓝图的情节并非虚构，农民用竹竿、麻绳构建做标系，把废弃渔船切割成预制板当建材。更让人震撼的是，剧中5毛钱集资建成的情节，原型就是龙岗镇首任书记陈定模的真实经历。他把自家房子抵押出去，带着村民挨家挨户凑钱，最终建成了中国第1座农民城。这些细节让观众直呼这不是拍戏，这是历史在说话。开播前就火出圈，抖音上造成者换脸挑战播放量破8亿，网友自发创作的80年代建成 vlog 超100万条。更绝的是，央视直接把它列入2025年大剧片单，行业预测它有望冲击飞天奖、金鹰奖等主流奖项。
有网友评论：看预告就破防了，这才是真正的女性力量，这才是中国故事该有的样子。当赵丽颖在剧中嘶吼我们躺平的日子，是他们用血肉夯的路基；当黄晓明在农民大会上喊出你们要的是饭碗，我要的是命，这部剧彻底打破了主旋律剧的刻板印象。它让我们看到，那些在档案馆里泛黄的照片背后，是一群赌上性命的普通人，用锄头与算盘，在滩涂上写下了中国城镇化的第一行代码。2025年最值得期待的爆款预定，央视加鹅厂双平台联播，赵丽颖、黄晓明用泥土味演技带你穿越回热血年代。记住这个剧名《造成者》，它不仅是一部剧，更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情书。正如剧中李秋平的台词：城市建成了，人们会忘记我们的名字，但风里永远有我们的呼吸。这一次，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农民的奇迹，一起为这群造成者疯狂打 call。2. 赵丽颖年代剧即将来袭，看到搭档的男主，网友却表示不想追了。随着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影视行业正经历着深刻转型。据易恩数据统计，2023年主旋律题材剧集占据全年剧集播出量的37%，较5年前增长21个百分点。在这个行业背景下，造成者的官宣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主旋律剧集的进化轨迹，从大江大河的改革开放史诗到山海情的扶贫攻坚纪实，主旋律作品已突破传统框架，形成历史真实加艺术加工加情感共鸣的创作范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这类剧集的观众留存率高达68%，远超都市言情剧的43%。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角色在这些作品中逐渐从陪衬走向台前。县委大院中吴越饰演的爱先知就曾引发关于基层女干部形象的热烈讨论。赵丽颖的职业转型密码，这位从廊坊农村走出的85后演员，正经历着职业生涯的第3次蜕变。早期以《陆贞传奇》完成从配角到主角的跃迁，中期通过《知否知否》应试《绿肥红瘦》实现古装剧领域的封神，如今选择造成者的李秋平角色，实质是对表演深度的终极探索。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林洪彤指出，演员突破舒适区的勇气值得肯定，但基层干部角色需要超越符号化塑造，需在方言运用、肢体语言、思维模式等方面进行系统训练。黄晓明的演技突围战，这位曾3获金鸡奖的演员，近年通过《烈火英雄》、戴假发的人等作品逐步摆脱油腻标签。其团队公布的表演课记录显示，为准备造成者角色，黄晓明深入西南山区体验生活，累计87天，跟随基层干部处理实际事务43件。这种创作态度获得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的肯定。中生代演员的2次成长，正在改写流量时代的表演生态。制作矩阵的工业化升级，造成者的创作班底堪称影视工业化的标杆案例。编剧团队包含3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美术指导来自《觉醒年代》核心团队，方言顾问由西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担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剧组采用了双导演加数据中台的创新模式，通过实时舆情分析调整拍摄方案。这种制作模式使单集成本突破800万，创下同类型剧集新高。舆情风暴中的理性之光，尽管该剧未播先热，但网络情绪呈现明显分野。轻薄舆情系统监测显示，关于赵丽颖转型的讨论中，期待派42%与观望派38%几乎势均力敌。另有20%的观众担忧流量演员消解现实题材严肃性。对于选角争议，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发布的白皮书强调，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不应局限于外形，
更应考察其理解力和表现力储备。影视市场的蝴蝶效应造成者引发的讨论已超出娱乐范畴，折射出文化消费市场的深层变革。中国传媒大学最新研究显示，Z 世代观众对演技派转型的关注度同比上升27%，对制作诚意的敏感度提升34%。这种变化倒逼行业升级。目前已有12个影视项目宣布启用主演加素人的混搭模式，6家经纪公司启动演员长期体验生活计划。在这个全民监制的时代，每部作品都需经历舆论熔炉的淬炼。造成者能否实现艺术价值与市场口碑的双赢，取决于主创团队对现实主义的敬畏程度。正如编剧高满堂在行业论坛所言，好作品要像钉子，既要扎进时代的肌理，又要叩击观众的心灵。当赵丽颖褪去仙侠剧的华服，当黄晓明洗尽商战剧的浮华，这场关于表演真谛的冒险，或许正在改写中国影视产业的底层逻辑。